这个国家居然把龙当成国家代表之一。欢迎来到斯洛文尼亚，一个藏在欧洲中间，却低调到很多人都会直接错过的国家。这里有像童话一样的湖泊、阿尔卑斯雪山，还有一座以龙闻名的城市。而最离谱的是，这么漂亮的地方，到现在居然还是欧洲相对低调的旅行目的地。这次我们也终于亲自来到了这个被很多旅行者偷偷收藏起来的宝藏国家。我们决定亲自来看看，到底凭什么让来过的人都疯狂推荐。这个麻辣 viewpoint 呢，是从这个公路上面有一条路可以往上走，这里是车禁止通行的。这里走上去要15分钟。哦，我觉得在楼下拍一拍就好。越往上走，这个路就越来越小，看到吗？地上都是这种很小的石头路。我们是要爬上去，然后看夕阳。爬到这里的话，可以看到整个湖的景，超漂亮，而且现在是刚好是日落的时间，可以看到太阳照射在那个雪山上面，很漂亮。这让我想到马特洪峰。湖的中间有一座教堂，这个教堂呢需要通过乘坐木船的方式，从岸边坐船到中间，才可以参观教堂的内部哦。很出名的蛋糕店就是这个卡瓦纳帕，圣诞蛋糕太夸张了吧！想必大家对这个斯洛文尼亚一定很陌生，我们来看看它的物价。这样一块巧克力的话是1.9毛欧。水果的价格的话呢，多数1公斤都是1块到2块。哇，这个牛奶那么大罐，才1.6毛4，超大罐的。这里酒的价格的话是1.1毛9，1块4毛4哦。哇，这里沃卡的价格超便宜，8.9毛9，你就有一个沃卡。这里还能看到很多欧洲传统宗教文化的摆设，花束、稻草和圣人画像摆在一起，很有中欧当地的氛围感。在索维尼亚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选择到了酒店对面走路1分钟的餐厅。这间餐厅出名的话，就是它有卖当地的食物。让我们来吃看看斯洛文尼亚的食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吧。我们吃的第一个斯洛文尼亚餐，这个是煎鹿肉。这个猪蹄超大的，还有当地的水饺。每天食物一上桌，你看这3个女人，很卖力。欢迎来到我们在卢加纳的酒店。这次我们住的酒店呢，叫做 The Hotel 卢加纳，它是一个双层型的酒店。一进来会有个楼梯，直达2楼。楼下的话是一张双人床，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阳台。虽然这个阳台没什么用，因为太冷了。上面的话呢，屋顶是斜斜的，所以走路的时候很容易撞到。这里也是一张双人床。这个房型是可以住4个人的，但是厕所只有1间。厕所也是斜斜的设计，可能冲凉的时候也是容易撞到头。可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天窗。这就是早上的天空。我们的酒店位于5楼，所以看出去可以看到满片的雪。早上吃饭就是在酒店的底楼。早餐时间，我们这里的早餐是阿拉卡的。
酒店的早餐选择很多，大部分都是经典的西式餐点，而且还是现点现做的。吃饱之后，我们就在附近慢慢逛一逛，真的有很多这种很精致的小店，而且这里的步调很慢，不会太商业化，逛起来特别的舒服。东欧有超级多这种盐的店，你吃一口看看。我不敢吃，这个可以try的咩？它放在这，煮饭用的盐，撒在薯条上面用的盐。这个多拿店很可爱哦，这个门小小的。这里也能看到很多龙元素的纪念品，从 magnet 玩具到各种摆设都有。因为龙其实是努比亚那很经典的象征，整座城市到处都能看到龙的身影。对当地人来说，它不只是传说中的生物，更像是这座城市的代表。Christmas 早市集，真的是可以看到他们有卖水果、卖花的。在街上看到这种牛奶机器，1 liter 就是1块钱，半 liter 5毛，200 ml 2毛，100 ml 1毛。要买之前呢，要买它的空瓶子，一个空瓶子的话是3毛钱。然后，喂，哦，纯天然牛奶啊。可能我喜欢牛奶味。真的喜欢啊！我觉得我喝了会不牛味很。还会有吗？没有垃圾桶啊？有吗？好喝吗？我喜欢呢。我可以找出来吗？有牛味啊？没有。这很重，没有不重牛味，很重，有点像cream 的感觉。好喝吗？好喝哎！这喝的时候很像。味道有一点 cream 的，对，我觉得是有点 cream 的味道，不会臭牛味。哦，真的不会臭，我真的很。好喝。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景点——屠夫桥。屠夫桥已经变成游客来到鲁布尔雅那一定会经过的地方。桥上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爱情锁，很多情侣都会把名字锁在这里。而最特别的是，桥上还能看到很多风格很强烈的现代雕像，一边是河景和欧洲老城市，一边是艺术感很重的雕塑，让这里多了一种很特别的氛围。我们来到卢加纳的第二个景点——粉色教堂。这个粉色教堂是跟胡志明市的粉色教堂称之为姐妹教堂。屁啦！这店的名字环保店。我们在一间小店看到很特别的东西，你们猜一下这个是什么5、4、3、2、1。这个是卫生棉耶，这卫生棉用了之后可以洗掉，然后再重新穿。这里就是它的这个教程，非常的特别，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可是听说呢，这个是在欧洲非常普遍的，就是我们那里比较少用啊。看起来是蛮薄的，不懂可以吸多少血，可这是环保的概念。现在我们来到卢加纳最受欢迎的景点，就是这个龙桥。因为这个龙桥呢，就代表着这里的故事。桥的4个角落都能看到非常霸气的龙雕像，而龙其实也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象征。而且比起一般欧洲桥梁，龙桥多了一种神秘又帅气的感觉，拍照也特别有辨识度。这个圣尼古拉斯大教堂的门票是3欧元。走进去教堂后，能看到很多精致的壁画、雕刻和金色装饰，整体气氛非常庄严。而且这里到现在依然是当地人会来祈祷和举行弥撒的地方。下午茶时间，我们来到这个咬牙 cafe。因为是 Christmas Eve， 然后3点也关门了，所以我们要快快吃完就走啦。要这样整粒拿出来。哦，哇，那个脸呢是无法形容的好吃，是不是？太凉哦，我不能接受。圣诞节前夕，我们在这个粉红色教堂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群越野车队穿着这个圣诞服。在广场中间，然后很多人上去合影。
我们来吃这里很出名的冰淇淋，这间叫做 Vigo。这我们吃的是它的招牌 Vigo。12月24日，我们在这个 Slovenia Ljubljana 这里过圣诞前夕。然后在这个圣诞树后面呢，就是在这个Ljubljana小镇里面呢，就会有一个 Christmas 的表演。然后这个表演是免费的，很多人围在这里观看，超级多人的。晚餐时间，我们决定来这个斯洛文尼亚的当地餐馆，卖的是当地的一些 local food， 看看有什么吧。我们一共叫了3个菜，这个是猪排，这个是香肠，还有这个是猪肉和牛肉。在旅途中发现头发长了应该怎么做？答案就是和酒店借一把剪刀，然后在镜子前面剪头发。一点点线，你不会听到？我靠！哇 ！Oh my god！ 额头的一把。这人剪头发没有要救啊！这里就是我们酒店外面的街景啦。这2排店中间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然后都是步行街道，车不能通行。我们住的酒店的位置其实还蛮方便的，蛮推荐给大家。要头痛的地方就是这里停车位，因为酒店是没有停车位的，要停在这种公开的路上。然后停好车呢，要去找酒店拿一张 reserve parking， 这样子的话把 parking 费还给酒店就好了。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留言、按赞及分享哦。一大早，我们先在酒店餐厅享用早餐。今天准备出发前往 Postojna Cave， 是斯洛文尼亚最有名的钟乳石洞穴之一。之后再驾车回维也纳。今天早上第一站的行程，我们来到这个斯洛文尼亚非常出名的这个溶洞。驾车从市区来这里差不多45分钟。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跟了票可以选不一样的语言，好像有英文，有这个斯洛文尼亚语言，后面还有意大利语。现在我们排队等着进去吧。现在我们要准备上火车了。Not just outside, also inside. Especially inside. Especially inside. 总共的行程是3.5公里。然后我们会跟着这个火车一直到溶洞的各个角落。这个溶洞里面的温度呢是10度，然后时不时上面石头会跌下一些小水滴。整个钟乳石洞长达超过20公里，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洞穴系统之一。一路穿过钟乳石和巨大岩洞的时候，真的很像进入地下世界。我们差不多坐了10多分钟左右，现在要下车走路。现在我们要走这个行程，走路的话是1个小时多。等下在最后的终点站的时候，又坐圈回到出口处。真的是vanilla ice cream。Vigo， 这里的地上都是湿漉漉的，因为它的屋顶会滴小水滴下来，所以我们全程走的路都是湿湿的。刚刚那个解说也有跟我们说呢，上面的这些很像可灯的这些一条条的，需要300-400年呢才可以长1 cm。旅程结束，现在我们要上火车回去了。我们从这个溶洞去维也纳的话，需要4个小时半。先来麦当劳吃个午餐，当地才有的汉堡。这个是那个鸡肉 Yuju， 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 Winter Classic 的 burger， 2个特别的薯条，一个 cheese 的 cricat， 还有一个这个是那个鸡肉，还有薯条，超级多的薯条。准备还车啦！这次租了这辆车，跑了1000多公里。现在我们要还车咯，要把这个东西放进这个信箱里面就可以了。这个是24小时还车的。再见。
给你们推荐一款酒，就是在奥地利必喝的这个酒。这个柠檬酒超好喝的，而且不贵，才1块5毛5欧元。我们在哈修塔特买3块9，这里才1块半，维也纳便宜很多。你在欧洲又很想吃中餐的时候，这个是韩国餐的，但是不会有人带火鸡面吧？我可不可以看？带一个超辣火鸡面来哦。